我在末世中苦苦挣扎3年，与丧尸争斗，却没想到最后与一只6阶丧尸王狭路相逢时，被队友背刺，直接一刀上西天。随后我竟然重生到末世降临前15分钟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，这次一个也跑不了。由于重生回到末日前15分钟来不及准备什么，所以我只做一件事，那就是去一个便利店里，哇，你在等什么？拿出消防斧，然后架到收银员脖子上，最终白嫖2包烟和一个打火机。随后我拎着斧子朝九山公园中心走去。此时走过来一对情侣，这屌毛真没素质，在公园里抽烟。我并没有理他们，因为他们马上就要原地归西了。此时午夜的钟声响起，末世如约而至，天空上出现了血色涟漪，会引起生物变异。血色涟漪不断冲刷午夜的街头，到处都是惨叫声。而刚才骂我的那个女人突然开始抽搐了起来，随后就咬向她的男朋友。同一时间，这种事发生在世界各地，没有抗住涟漪冲刷的都将变成丧尸。末世已经降临。都别看了，能不能先救救我？我马上就要没了。不过我并没帮他们，末世挣扎3年，我的心早已坚硬如铁。随后我手持消防斧走向公园深处。这个时候的丧尸被后世称为1阶丧尸，最好对付。不过后面丧尸变异出更高级的形态，还是对人类最致命的打击。此时血色涟漪中心出现了一丝骄阳，上一世血色骄阳出现后，我躲在屋子里很多天，而错过了进化的最佳进化时机。这次我要主动出击。此时迎面跑来2只丧尸，我直接当头拼去。有了前世的经验，现在虽然还没觉醒，但是对付这些1阶丧尸如同砍瓜切菜。此时脑海中响起一道声音：成功击杀1阶丧尸，获得1点召唤点，成功开启无敌召唤系统。我眼前一亮，我竟然还拥有了系统，来不及摸索，刚才的动静引来了其他丧尸。我直接边跑边看，前往公园中心的小山顶，那里易守难攻，正好迎接血色骄阳的洗礼。此时我了一下，系统说明击杀变异生物就可以获得召唤点，召唤点可以召唤诸天万界的强大同伴，100%忠诚。恭喜宿主成功开启系统，奖励随机召唤1次。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选择进行随机召唤。一个六芒星阵出现在我面前，一股来自地狱的可怕气息不断涌现，随后就出现一尊恐怖的存在，高大的身躯，狰狞的獠牙，头上还有个恐怖的电锯。恭喜宿主首次随机召唤强度为高级，召唤同伴电锯恶魔波奇塔。我一脸惊喜，开局就召唤了电锯恶魔。查看了一下属性面板，在这末世爆发初期，这种实力简直就是降维打击。你好，我叫熊莫。随后他就跑到我面前，波奇塔。此时几只丧尸被这边动静吸引过来，他直接一个身影闪出，丧尸直接原地飞升。这家伙真是太强了。走吧，我们的目标是那座小山。波奇塔虽然强，但是我自己也得变强，现在去山顶觉醒。此时我和波奇塔来到了山顶，血色骄阳不断凝聚，到达了峰值，随后就下起了血雨。我张开双臂迎接，沐浴在血雨中，即便我在末世中生存3年的钢铁意志也抵不住这疼痛感。波奇塔，帮我守好四周。放心吧，有本王在这，没人能靠近这里。随后我蜷缩在地上抵抗疼痛。与此同时，世界各地有不少机缘巧合的幸存者同样被血雨沐浴全身，爆发出哀嚎，伴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，身体的疼痛感消失，手心出现一个电弧，散发着毁灭的力量。我操，竟然是雷电系的超能，上一世的土系超能根本没法比。随后我看着旁边的房子，用力一甩，房子瞬间化作废墟。此时我看了一下系统面板，我的各项属性都已经提高。走吧，我们去寻找更多敌人。不要啊，你不要过来，有没有人能救救我？我还不想死。此时江南基地市已经彻底变成杀戮的花园，而有点运气好的家伙虽然沐浴了血雨，疼痛的哀嚎声吸引了丧尸啃食他们，不过我们是不会救他们的。末世中不能有圣母心。此时我和波奇塔走出公园，身后已经跟来了很多丧尸。波奇塔，开始杀戮吧。
我眼里闪过一丝杀气，随后消防斧上响起一阵噼里啪啦的电弧，纵身一跃，一斧劈下丧尸，血的齐天了。我们两个化作杀神，沿着街道一路杀过去。+1+1，救命！我突然听到有人说话，抬头一看，百家超市楼上有几个幸存者在向我们求救。随后我一脚踹飞几只丧尸，就走向了超市。超市1楼有很多丧尸在通往2楼的楼梯口处咆哮，因为有许多重物阻隔，这些丧尸一时没有办法冲上去。此时我进入超市，将超市的铁闸门直接拉了下来，正好在这个超市休整一下，吃点东西。那些丧尸被铁闸门的声音吸引过来，一道身影暴冲出去，伴随着电锯声，丧尸被切割成肉末。这些丧尸又为我增添了些召唤点。随后我走了过去，拿着饮料一口气灌了大半瓶，爽！此时从楼上下来几个人，他们看着地上的丧尸，当场就吐了出来。这位朋友，救救我们！你应该是国家派出来保护群众的军人吧？我是这超市总经理，你带我去安全的地方，我可以给你钱。他显然是把我当成了军人，毕竟军人就是那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里，而且哪有人能面对这些丧尸杀出一条血路的。我摇了摇头，冷漠地说道：没空，你们可以躲在2楼，不要下楼打扰我，这1楼的物资已经属于我了。对于救人我没兴趣，毕竟末世人心难料，我上辈子就是被同伴一刀送走的。你这人怎么这样？居然见死不救！外面那么多丧尸，你要是不把我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，我们的安全怎么办？我点了一根烟，笑着说道：我嫩爹啊！你太没有人性了！现在外面都是丧尸，你既然有能力，当然要保护我们。就是，我说了，不要影响我。你这人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家还有小孩呢，你快带我走！就是你明明有能力可以带我们出去的，刚刚你在街上杀丧尸的时候，我们都看到了。这些人看我没有反应，纷纷开始叫嚷了起来。我看你们是不是还没认清现实？这都末世了，还跟我玩道德绑架？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杀了你们！此时波奇塔一个身影闪出，电锯上面还滴着丧尸血。这些人话说一半卡在嗓子眼，瞬间吓尿了，有的双眼一闭，被吓晕了过去。超市经过了几个小时的休整，浑身的疲惫感已经完全消退。我起来后没有看到过其他，那些幸存者也没看到，只不过在2楼隐约有哀求声传来。波奇塔，我们该出发了。波奇塔瞬间闪现出来，而我感觉波奇塔的气息似乎更强了。折磨了他们一晚上，恐惧使我变强。走吧，带你去找新的玩具。我突然发现手里的消防斧已经卷刃了，随手将消防斧丢掉，目光在超市里搜寻了一番，在生肉区看到一把厚重的斩骨刀，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手感，我非常满意。随后就和波奇塔走出超市，街道上的丧尸都被卷闸门的声音吸引过来，吼吼吼，吼你妹啊！手上的斩骨刀爆出紫色电弧，一刀将最前面的丧尸劈成2半。波奇塔直接双臂展开电锯就冲了出去。我们沿着这条街一路向前杀过去，沿途所有挡在波奇塔身前的丧尸全部被斩杀。我脑海中系统的声音不断响起，照这个速度我很快就能再次召唤。我们要前往世贸大厦，因为上辈子哪里出现了一名8阶火系超能强者炎帝。由于离市中心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多的丧尸闻声赶来，逐渐退去。从远处看着一黑一白2道身影在里面纵横。那是人吗？怎么会有头无惧丧尸狂潮？黑朋友，救命！能带我走吗？这蠢货不好好找个地方等待救援，真以为凭借一身蛮力就可以杀出去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死的。当他们准备看着我是怎么被丧尸撕成碎片时，只见我身上骤然爆发耀眼电光，噼里啪啦恐怖的电磁瞬间将我周围无数丧尸大叫交战。卧槽，这是什么操作？超能力吗？随后我开出一条血路冲向世贸大厦，不过这里所有入口都被封上了，我直接轰出一面钢化玻璃，从缺口进入了。波奇塔守好这里，而波奇塔高大的身躯正好挡住缺口，尽管外面有数不清的丧尸，他们也无法同时进去，只能一个个的排队送死。被波奇塔被屠成肉末，而我脑海里的系统提示音没停下来过。突然身体一震，超能力量瞬间沸腾了起来，
我赶紧点开系统查看，上面显示我的超能已经进化成第2阶段。从末世降临到现在10几个小时，已经杀了1000多只丧尸了。上一世苟延残喘，几个月才升到2阶段，而这一世的起点，便是放眼全世界，我都有信心自己是最高的。此时守着洞口的波奇塔突然身体暴增，气息更加恐怖，杀丧尸如同切豆腐。波奇塔也变强了。我连忙打开波奇塔的属性面板查看，果然波奇塔是跟着我一起进化的。我突然想起召唤点已经足够下一次召唤了，直接开启六芒星阵进行出阶召唤。我在想下一个伙伴是什么生物的时候，发现竟然是一个人。只见那个人穿着黑白条纹西装，头戴黑色礼帽，嘴里叼着一根雪茄。我是卡彭贝基大壮，很高兴见到你，我叫熊莫。我打开面板查看，没想到竟然是一部动漫中有名的极恶超新星超人系坚城果实。那我岂不是有了一个可以移动的军火库或者是基地吗？因为他的身体像城堡一样，可以将其他物品放进体内，而且空间超大。看起来我们的处境不是很好啊！看我的！北极大壮走向波奇塔身边，身体中间出现一大堆火炮，就开始疯狂轰炸。大壮，这里让波奇塔守着就好了，你和我去2楼看看。大壮正杀着心急，听到我招呼之后，恋恋不舍地瞥了一眼丧尸群，收起火炮，跟着我朝2楼走去。这座大厦没有什么人，因为末世来临的时候已经下班关门了，顶多只有几个保安而已。所以我们很快来到了2楼的超市。大壮，用你的能力将这些物资全部装走吧。大壮直接将身体里所有武器丢了出来，竟然有一座小山刀，而且还有一把刀掉在地上，似乎极其锋利。我捡起后挥舞了2下，好快的刀！那是我之前出海时偶然获得的，出自名将之手，2块刀50弓，名为斩空。我不用刀，你喜欢就拿去用。随后大壮就走向食品区，将这里所有的食物装进体内的城堡里了。此时大壮看到了一柜台的雪茄，直接连同货架收走。大壮，这里还有酒。在末世之中，烟跟酒都是难得的奢侈品，甚至在一些大人物眼中，一根烟可能比一条人命更重要。都交给我了。大壮哈哈大笑，肆意的将一个个货柜收入体内。刘哥，他们是怪物吗？闭嘴，他们肯定跟我一样，觉醒了超能，竟敢抢我的物资。你出去试探一下他们。别，刘哥，不要啊，我不敢。眼前的刘哥，末世爆发前还是自己的手下，末世来临后竟然觉醒了，并且杀了几个不听话的人。在他眼里，这些觉醒了超能的人，甚至比丧尸还可怕。快去找机会将他们带到4楼，要不然你现在就得死。随后就将他踹了出去。我们2个转头望去，发现一个人向我们走来。救命！你们能带我走吗？我的同伴都被丧尸杀死了。我只看一眼便认出他一定和上一世的炎帝有关。你同伴都死了，只剩你一个了，带你走也可以。太好了，我在4楼藏了一些物资，还有电棍什么的，咱们一起去拿吧。随后我们就跟着保安走去。真是2个蠢货，果然我才是末世中的天命之子。让我看看外面的物资还剩多少。你怎么没走？本来要走了，不过我突然想起波奇塔还需要你们这些玩具。这个人就是上一世高不可攀的炎帝，只不过这辈子没有炎帝了。哼，既然还没走，那就别走了。这招威力不错，大壮，这几个人带走给波奇塔玩，然后搬空这个超市。我有点担心波奇塔撑不住，我先下去看看。随后我就下楼了，发现波奇塔竟然坐在地上，而周围的尸群已经被波奇塔屠完了。本来还担心你会撑不住，没想到你竟然全部杀掉了。那肯定，本汪的电锯砍他们就跟砍豆腐一样。此时大壮走了过来，我们要占领这座大厦吗？本来是要这么做，不过现在有你了，这大厦已经不需要了。我们前往内陆的大庆市，现在就出发吗？走之前先干一票大的。江南基地是丧尸至少超过100万，这都是提升实力的资源。虽然全部杀掉倒是不可能，不过将这座大厦炸了，也能杀掉不少丧尸。这计划可真疯狂，不过我喜欢。可炸掉大厦需要海量的火药和石油。
附近的加油站很多，先去看看吧。出发。随后波奇塔化身陀螺在前面开路，就这样杀出去了。很快我们来到了加油站，这里有几个零散的丧尸，抬手就能轻松解决。而汽车里的这家伙被安全带勒住出不来，我们也懒得管了。此时我们听到有声音，波奇塔第一时间就冲进加油站屋子里。啊，怪物，救命啊！原来是有幸存者。随后我和大壮就走进便利店，这里一片狼藉。一个身材娇小的女生看着波奇塔头上的电锯，浑身发抖，而波奇塔似乎就喜欢折磨这种人，他就静静地站在这里。波奇塔，看来你很喜欢这个玩具。不，所有恐惧的味道都是相同的。说到幸存者，我突然想起大厦的那几个保安，随后大壮就将几个保安丢了出来，突然出现在陌生的地方，这几个保安就开始哭了起来。够了，别嚎了！波奇塔直接将他们踹了出去，随后他也跟了过去，去享受恐惧了。此时这个女人还在哭，如果你只会哭的话，我不介意把你丢出去喂丧尸。随后他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，见没有丧尸之后，这才长松了一口气。我看见这个女人身穿工作服，便问道：我不想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告诉我存油罐在哪？你们是人吗？废话，丧尸能这么客气地跟你说话吗？刚才那只怪物呢？记住，现在是我在问你，否则我不介意让波奇塔再来跟你玩玩。我知道，我带你们去。随后熊墨直接一把将店员拎了起来，走向油罐的地方。我们这个加油站规模不算大，只有3个存油罐，每个大概能储存5吨左右的石油。大壮，你体内的空间还有多少？存这些石油肯定够。随后大壮直接打开地上的开关，我看着大壮总感觉有点不对劲。我操，大壮快把烟灭了！不好意思，习惯了。随后大壮直接发动空间能力，地底的油都被吸了出来，飞进大壮体内。这个店员看到这一幕，直接吓晕了过去。忽然黑影一闪，波奇塔出现在我面前，那边有一只有趣的怪物，你要去看看吗？能被波奇塔称作有趣的怪物，那一定不是什么简单的东西。见大壮已经完事了，便转身就走。你们要走了吗？能带着我一起走吗？求求你们了，带我去安全的地方吧。我冷漠地说道。没空，再会。求求你了，带我走吧。我知道你们都很强大，只要你们带我走，要我干什么都可以。大壮在这个店员身上扫视了一圈，干什么都可以吗？他想到自己在这里一定会丧尸吃掉，随后就说：只要你们愿意带我离开这里，保护我的安全，你们想要我干什么都可以。大壮，我们没时间耽误在这里。随后我和波奇塔就先走了出去。抱歉啊，我们的头儿好像不太愿意带你走，所以你只能自求多福了。随后不管这女人怎么哭喊，大壮就头也不回的走了。不要啊，你们怎么这么无情？随后我们跟着波奇塔来到一个小公园边上的居民楼上，我们向远处望去，而在那池塘里赫然盘着一条金光灿灿的庞然大物。我操，那是一条蛇吗？我们虽然对蛇不是很了解，但用屁股想也能知道，那一定是一条变异黄金巨蟒。只不过这家伙好像遇上了一点麻烦。只见在公园的另一侧有一大群丧尸正嘶吼着朝公园之中扑去，似乎要进攻变异巨蟒。那群丧尸虽然张牙舞爪嘶吼不断，但行动起来却好像目标明确，整齐有序，将一只丧尸围在中间。没想到这么快二阶丧尸就出现了。二阶丧尸就有灵智了吗？对，他们的身体素质增强了数倍，甚至可以召集附近游散的低阶丧尸形成尸潮。既然有灵智，那肯定会恐惧，真不错。此时黄金巨蟒在发现了丧尸群围向自己时，顿时就怒了，化作一道金光冲向了丧尸群，一个甩尾击杀一大片丧尸。一瞬间他的嘴里就有无数丧尸上西天了。我们都看愣了，这黄金巨蟒显然已经是3阶变异体了。不过对我们这几个老六而言，偷袭才是王道。随后我和波奇塔就冲了上去，留下贝基大壮在这里继续观察，好接应我们。我直接冲向2阶丧尸，打了他一措手不及。这家伙果然聪明，刚受伤就准备跑路，可曾听闻从天而降的刀法？刚解决完2阶丧尸，就发现一个身影倒飞过来，
波奇塔没事吧？放心吧，刚才的偷袭直接给他肚子上开了个洞，他伤得更重。接下来我一个剑气划过，波奇塔找准时机就冲进了三阶巨蟒肚子里一顿砍。黄金巨蟒舌头高高昂起，树丛之中充斥暴虐的疯狂之色，似乎要临死反扑。我忽然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危机感爬遍全身，急忙抬头死死盯住黄金巨蟒。下一刻，一颗水缸大小的能量炮弹以可怕的速度直接轰向我，我脚在地面狠狠一踏，身形移开10里，将能炮弹身后的黄瞬间变成废墟。黄金巨蟒连续吐出几个能量炮，大壮险些被波及到。此时黄金巨蟒被波奇塔砍得极度虚弱。击杀变异生物，获得召唤点1000，超能点1000。我没想到这3阶生物竟然给了1000点，那只2阶丧尸才给了100点，真是意外。我朝对面的天台招了招手，北极大壮很快就来到公园之中。这3阶的变异兽浑身的血肉之中就充斥着浓郁的超能力量，无数强者都以这东西为食。随后大壮就他全部装进体内空间中了。大壮递来一根烟点上了，痛快的厮杀过后再点上一根事后烟，舒服。随后我打开了信息面板，召唤点已经快凑够了，马上就能进行一次终极召唤了。随后我们继续赶路，前往下一个加油站。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大壮很快就将那些石油装好了。北极大壮斗能力真是太适合这个世界了。随后我们便前往了郊区，这里地处偏僻，但修着一条很宽敞的水泥路，在水泥路的尽头写着兴隆矿业4个字，围墙里面有些枪声。猴儿，这里藏着大量火药吗？没错，这是江南基地市最大的一个变石矿，里面的火药足够我们炸平一座小山的了。大门紧闭，我们几个直接翻进去。这里的丧尸似乎都被解决掉了。熊莫，你似乎对这里很熟悉。熟悉？当然熟悉了，这里全是仇人。因为我上辈子在这里挣扎过，这里全是一些畜生，拿我当炮灰吸引丧尸，被当场狗一样对待，甚至被当成备用粮食。毕竟他们在没有食物的时候真的会吃人。此时我们来到了一个门前，门口的守卫看有人闯了进来，就打算拉响警报，不过被波奇塔直接送走，下地狱了。随后我们直接上3楼。杰哥，我女朋友怎么样？用着还习惯吗？还是你小子懂事？那可以放我走吗？老子看在你女朋友的份上，不杀你就不错了，你还想跑？去把你女朋友带给兄弟们尝尝。随后他就带着他女朋友走了出去。这个人原本是矿场开挖掘机的，末世来临摇身一变成为了这里的老大。原来的矿场老板已经被他吃掉了。此时他突然听到外面很混乱喊，枪声响起，果断掏出一把枪，紧张的盯着门前。外面的就是我们几个。我操，怎么没声音了？你好啊，暴君！可恶，你们找死是不是？随后只见他另一只手臂瞬间变黑。没意思，这辈子你没机会做大做强了。你在说什么？你是谁？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只求你不要杀。此时大壮抓过来一个女人丢在地上，他表示这个人鬼鬼祟祟的，被大壮发现后就抓了起来。你不要过来！波奇塔，这里炸药果然够多，足够我们放一场盛大的烟花了。大壮外面还活着的一会儿你都抓起来吧，以后用来当炮灰吸引丧尸没问题，交给我。此时我看到地上的工作证，这女的是一个电视台工作者，不过我已经发现她是装睡了，就将她叫了起来。突然一股无形的念力席卷全身，并且伴随着一些回声，不过被我瞬间破解，将她抓了起来。说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？我是电视台的工作者，为了揭秘矿这个矿场老板的非法窝点，所以潜伏在这里，只是丧尸爆发，我藏到现在才敢出来。原来如此，我对你的事情不感兴趣，你对我出过手，你现在可以去死了。不要啊，我有超能力，可以当你手下。随后我直接捏碎了他的脖子，真是浪费呀！要不我回避一下吧。
随后我就让大壮将黄金巨蟒烤了，并且拿出了一些高级名贵的酒保餐了一顿。现在这种场景在我上一世只能梦中才能出现。此时波奇塔带着一块肉就走向门外，说是要去警惕四周。看着波奇塔离开的身影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波奇塔虽然冷漠，但却是最值得信赖的。此时我吃着烤肉，系统的声音不断的响起，毕竟这是3阶生物。随后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，不只是超能点增加，就连身体的各项属性也增加了。难得的休闲时间，我可以想很多事情。此时我将雷电系的电弧放出来，仔细考虑一些战斗方式。毕竟现在的战斗方式一直都是将雷电缠绕在武器上。当我陷入沉思的时候，大壮说道：“你这是自然系吧？自然系的果然都是怪物啊！”大壮的话直接一句点醒梦中人，我脑海里瞬间出现了许多想法。我和大壮刚刚饱餐一顿，波奇塔就突然冲了过来，我们有麻烦了。随后我们来到门口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头头外形各异的变异兽，正在疯狂的从那片山林中向外逃窜，甚至是天上很多鸟群也一起奔逃，似乎那片山林里有可怕的恶魔一般。不过他们似乎不是冲我们来的。卧槽，那只大概3米高的野猪，等级至少2阶吧，连它都要逃走吗？此时从山里飞出一片红色雾气，卧槽，是血纹群居生物。由于这种生物数量极大，非常难缠，此时一个跑得慢的生物就被瞬间吃掉了。来不及多想，我们拔腿就跑，可终究还是被他们追了上来。我靠，拼了！此时大壮打开城堡大门，将火炮架了出来，就开始轰炸。我去，完蛋了，根本杀不完。此时大壮一股脑扔出一些石油，然后点燃了一个打火机，扔了出去。一大堆血纹群被熊熊的烈焰瞬间点燃。大壮的神助攻让我瞬间获得了大量超能点与召唤点。此时波奇塔也因为我的进阶，他也同步进阶了。你们这帮蠢驴，彻底激怒本王了！随后这些血纹群一阵尖叫，似乎是知道我们不好惹，就开始飞向逃跑的兽群。此时我也累得躺在地上，超能进阶后瞬间释放大量雷电，有点虚脱。而波奇塔也跳了过来，3阶的恶魔之力，波奇塔的气息极其恐怖。波奇塔这是觉醒了霸王色霸气吗？这是恶魔的力量。我注意到了什么？北极大壮的能力还是2阶段，并没有提升。系统，大壮为什么没有进阶？卡彭贝基大壮属于中级召唤，潜力最高到达6阶段，高级最高9阶段，中级召唤潜力无限。弄清楚后，我就不多想了。头儿，接下来我们还去市中心吗？那些兽群似乎也逃去市中心了。不急，接下来我们先迎接新同伴。我现在的召唤点足以进行2次召唤了，随后选择初级召唤，一个巨大的黑色六芒星阵瞬间出现。我们都带着期待望向阵中心，随后出现一匹马儿，瞬间飞奔到我身边。我点开信息面板查看，原来是一匹幽冥战马。而这家伙虽然是2阶生物，但是速度极快，比3阶波奇塔都高。此时我骑了上去，溜了一圈，这速度真的够恐怖了。这就是我们的新同伴吧？看起来真威武。下来后，我又点击了终极召唤，六芒星阵瞬间出现，随后从里面走出一个提着箱子的歪果人。诺曼·奥斯本，很高兴见到阁下。我是熊莫。这个名字有点耳熟，不过我一时没有想起来是谁，直接打开信息面板查看，上面显示是绿恶魔，竟然是大反派猪猪侠的老朋友，身体强化3阶，属性极其均衡，让人倒吸一口凉气。我觉醒了雷电系超能都赶不上他。随后我们就和他说了一下我们的计划，将丧尸都引到世贸大厦中，然后将世贸大厦炸毁吗？真刺激。不过靠石油和炸弹有点费劲，再加上我的这些就没问题了。随后他将箱子往地上一放，瞬间出现一个战甲附到他身上，那个箱子竟然变成了一个飞行滑板。这是绿魔滑板，上面搭载了30枚微型导弹。
绿恶魔的战力确实够强，随后我们就开始纵身前往市中心了。前往江南基地市中心大厦，但是有绿恶魔，我们飞到空中，这些丧尸根本够不到我们，而且绿魔滑板发出一枚导弹就能轻松解决他们。此时离市中心越来越近，我们却发现一件事，前面竟然一只丧尸都没有。前面好安静啊，一个生物都没有。是啊，好诡异，我们要绕路吗？先在这里等等看吧，毕竟后面还有丧尸追过来。随后几只丧尸慢慢跟了过来，不过似乎发现了什么，下意识的扭头就跑了。突然一个无比巨大的肉球飞了过来，瞬间将那几只丧尸送上西天，而那个肉球似乎是无数丧尸血肉组成的。随后一只巨胖无比的丧尸跳了过来，是变异丧尸，似乎至少3阶。随后他突然挥动手臂，那个肉球突然飞向我们，我举刀将它劈成2半。只见那个变异丧尸并没有着急打过来，随后手一挥，那个肉球竟然再次愈合了起来，瞬间将大壮撞飞。绿恶魔也冲了出去，将大壮接了下来。随后大壮打开城堡大门，开始轰炸，肉球炸碎了，随后再次撞了过来。绿恶魔载着大壮立马飞走了。可恶，这家伙怎么打不死啊？让我来试试吧，估计本体没了，这肉球自然就消失了。随后霍奇塔就一个旋转就冲了出去，瞬间切掉了丧尸的手臂，但是手臂又瞬间恢复了。而霍奇塔与他战斗的时候，我们也一直在抵挡肉球，这么下去就被耗死了，必须想个办法。我突然注意到变异丧尸身后2个一直在眨眼的眼睛，突然意识到那个可能才是他本体。霍奇塔一起攻击他身后的眼睛，随后我们2个一起出手，2只巨猿瞬间斩灭，而变异丧尸与肉球瞬间消散。恭喜宿主击杀3阶变异丧尸，获得3000超能点与召唤点。而我还获得1颗超能结晶，里面蕴含非常多的超能力量，不过吸收的时候非常疼痛，所以暂时收了起来。走吧，我们先去找个地方休整一下。随后来到一个世贸大厦附近的小区，身边找了个房间闯了进去，然后摆上食物休息休息。而波奇他此时自己出去杀丧尸了，似乎极其享受厮杀的感觉，而我躺在这里就能获得属性点。系统的声音不断的响起，我好像开了外挂一样。此时门被什么东西突然撞了一下，大壮瞬间惊醒。那你什么情况？随后门被连续撞了几次就开了，随后闯进来3男1女，反手将门关上了。随后他们转过身愣在原地，你们闯进我的房子前没敲门。他们这时候已经吓傻了，我们4个人看起来都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们闯进我的房子还问我们是什么人？他们会说话，他们是人。我们只是想进来躲一躲，外面有丧尸。我叫林博文，是江南大学的学生，他们都是我的同学。我没兴趣知道你们的来历，现在给我出去。此时我躺在沙发上吃起了饼干，他们这些人根本对我构不成威胁。随后这个女人走到我面前，求求你们了，让我们在这里躲一会儿吧，我们都快饿死了，能不能帮帮我们？不能，可能他不喜欢你这种类型，要不你求我试试，跳个舞给我看。随后大壮在他身上看了个遍。你 DM 的说话给我注意点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这女的见情况不对，立马说道：你们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位大哥肯定是在开玩笑，我们毕竟是进来躲丧尸的，你们不要为了我大动干戈。而大壮此时也放下了武器，另外2个人竟然听到这女生的话，被激起了保护欲。不要以为你们有一些东西吃就了不起，现在立马给林月道歉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给他道歉，听到没有？而这女的此时一脸坏笑，毕竟她从小到大都是众星捧月，这几个人要是为了自己打起来，并且抢过来一些吃的献给自己，那才是最好的。你们几个为了争夺女人的欢心，还真敢下功夫啊，也不想想你们的处境。我再说一句，给他道歉，否则……大壮有点吵，把他们腿打断丢出去。为丧尸头儿发话了，抱歉了。随后大壮一拳一个根本就不用动武器就撂倒他们了，而这女的一眼就看出这里谁才是老大，立马就跪了下来。求求你放了他们吧，我会劝他们不要冲动的，求求你了。林月，不要为了我们去求这几个畜生。
这几个人此时爬在地上，嘴依然很硬。我突然想到一个有趣的想法，这样吧，你选一个，第一个我把他们扔出去，给你1瓶水；第二个我把你扔出去，他们3个可以离开，选吧。我想看看你是要救他们，还是要1瓶水。这几个人不停地嘶吼着，恨自己没有能力保护他。林月，不要管我们，安静点哦。您能收留我吗？我可以成为您的女人，要我干什么都可以。我想一直跟着您。而这女的回答并不是我想知道的。干什么都可以吗？把衣服剃了吧。不过这女的竟然真的动手了，我立马就把她丢出去为丧尸了。让那几个男的离开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我看他们离开时的眼神挺凶的。3个在末世中都能因为女人影响情绪，这种人把柄多得很，能活多久没有超能，没有组织，注定为丧尸。而且我也是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，好了，好好睡一觉吧，天亮后继续行动。而波奇塔一直在外面杀丧尸，天亮后波奇塔回来了，随后我们也开始行动。我们几个来到世贸大厦旁边的楼顶，而世贸大厦附近有数不清的丧尸。我还看到昨天晚上那几个人已经变成丧尸了，没想到这么快。大壮，将矿场那几个人放出吧，一会儿挂到世贸大厦里面，再装个扩音器，吸引丧尸进去。可是末世来临后，电子设备不是都坏了吗？用我的吧，这几个小黑球足以让他们的惨叫声传遍半个市区。很好，接下来奥斯本，你飞过去将他们这几个人挂到世贸大厦，我们几个保护大壮去布置石油和炸药。随后就开始行动了。奥斯本直接飞到世贸大厦上空，将他们分开挂到了上面，随后就离开了，飞到楼顶等待接应我们。我们几个在世贸大厦内部一点一点的布置炸药，每层楼都有大量炸药与石油，直到顶楼，最后与奥斯本会合，乘坐他的飞行器离开这里，来到一个距离较远的位置。奥斯本按下了手里的开关，被吊在大厦上面的人被电击装置点醒了，随后发现自己被挂在高空，一阵惨叫。随后其他工作者陆续进入工作状态，所有工作者都已经进入工作状态，他们不停的惨叫，而扩音器将他们的声音传遍了半个市区。市区里的幸存者听到这动静，还以为是军队救援来了，不过他们没有看到军队，只看到2个速度极快的生物在街道里穿梭，身后吸引了大量丧尸冲向大厦。那些丧尸来到大厦附近，听到惨叫声就冲进了大厦里面。随后波奇塔和幽冥战马就回来了。此时大厦内部聚集了市区难以想象的丧尸数量，随着大厦最顶层的惨叫声消失，意味着最顶楼也挤满了丧尸。此时已经可以开始烟花计划了。我瞬间将3阶超能全部释放了出来，发出强烈攻击，攻向大厦。奥斯本直接发射以色列微型导弹飞向大厦。爆炸与火焰的浓烟仿佛遮蔽了整座天空，而我瞬间获得大量超能点与召唤点。这一波我直接 TM 的转麻了。随着大厦倒塌，我的超能瞬间进入G阶段。与此同时，波奇塔与奥斯本也同时进入4阶段。波奇塔感觉如何？很不错的力量，我很喜欢。此时我注意到奥斯本，他似乎没有发生巨大的外观变化。我曾经用过基因药剂，所以属性高于常人。现在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属性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随后我点开了我的系统面板查看，上面显示我的超能已经进入4阶段，3阶到4阶段是一个层次的跨越。我现在已经属于中级超能者了，上一是超能者，1至3属于低级超能者，4至6中级，7为皇，8为帝，9阶内就是神。不过距离末世爆发后才过去3天左右，我就已经4阶了，上辈子可是花了3年。随后我点开了波奇塔的属性面板，它竟然出现了2个天赋，然而奥斯本的确实属性暴增，但是没有和波奇塔一样出现天赋。此时系统的声音响了一下，随后我点开信息查看，召唤点定格在了127560，这场烟花给我贡献了10万多的超能点与召唤点，这些足够我进行一次高级召唤了，真是期待呀。随后我点开了高级召唤界面，此时远处飞来一群飞禽，我去，什么东西？好像是变异飞禽。
只见那些飞禽飞向大厦，将一些侥幸存活的丧尸抓了起来，就吃了。随后一只飞禽看向我们，突然就冲了过来。波奇塔瞬间斩杀一只，而奥斯本突然看向那个坐在鸟背上的人，瞬间就冲了过去，将他抓住了，就飞了回来。头儿，这有个有趣的家伙。我不是有意要让黑神攻击你们的，可是你对我们出手了。我真不是有意的，他一见到猎物就会狂躁，我一下子没控制住。这人慌张地解释道，他已经感觉到我们带给他的压迫感了，他不想死，特别是自己刚刚觉醒了这么厉害的能力，他还年轻，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尝试过。你能和变异兽交流吗？是的，不过我只能和黑神交流，我可以当你的手下，帮你探查威胁。手下就不需要了，竟然看你这么年轻，又不是故意的，你走吧。在你尝试对我们出手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死了，怎么能让你走呢？你这能力成长起来，后面一定会嘎我腰子。剩下的交给你们了。走吧，我们回昨天的居所，休息一下，商量商量接下来的计划。来到了一个摩托车店，因为波奇塔看中了一辆摩托车，到其战俘，随后就坐了上去，直接飙走了。大壮也将其他几辆摩托车收进体内空间里了。随后我们就再次出发前往大庆市，而路上这些普通丧尸根本阻挡不了我们的步伐，玩具原地升天。几个小时后，我们来到一个村庄，外面有很多的装甲车。一般的村庄里怎么会有装甲车？难道是军队？我对军队还是有好感的，毕竟上一世有个名为冰圣的强者，他就是军人。后面建立了末世中最庞大的避难所，庇佑了大量人类。此时一个红外线瞄准了我的胸口，波奇塔瞬间挡在我身前。止步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刚才市区里逃出来的幸存者。你们是军队吗？没错，你们是幸存者。那么他呢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？他一脸紧张地盯着波奇塔，生怕他冲过来。他是能力觉醒者。你们是要去江南基地市解救幸存者吗？对的，我们是军队派出来解救幸存者的小队。你们能从市区逃出来，运气真不错。我们想在这里休整一下，不会打扰到你们，可以吗？随后这个小队队长李彦斌迟疑了片刻，就点头答应了。随后我们找了个地方吃起了烤肉。你一匹马怎么会喜欢吃烧烤？这里烤肉的香味传得很远。那个队长看我们明明没有携带物资，却突然开始享受了起来。此时我也注意到了他们，一起过来吃吧。理智让他保持距离，但是这里的香味早已传遍了这片区域。其他房间里也有一张脸探了出来。都过来吧，我这人很大方的。随后我们就坐在一起，边吃边聊，说了很多关于江南基地市的事情，还提醒他们不要去送死。我们是军人，虽然末世降临，我们依然是军人，我们是不会放弃营救的。你们都能活着逃出来，我们这么多人也觉醒了超能，应该能应付。他们都非常坚定的点了点头，劝不过他们就不劝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多说了，今晚烤肉管够随便吃。天亮后，我们就继续赶路了。李彦斌遥遥看着熊墨等人离去的身影，又转过头看着他们留下的物资，默默的行了个军礼。我们经过了几个县城，中途还补充了大量物资，随后来到了一个酒店。大概还有600公里就到大庆市了，不过我们得先去一趟平阳县。大壮突然一愣，便明白了，那里又有我一个仇人，看来又有人要倒霉了。没错，那里有个我特别想见的人。与此同时，平阳县城的一个酒店里，废物，连一个男人都伺候不好，你还有脸要东西吃？此时这里有很多人都一副快饿死的样子。求求你了，给我一点吃的吧，我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不过这个男人直接一脚将他踹飞了。接下来该谁出去找物资了？而这些人没有一个敢吭声的，他们都好久没吃东西了，而且出去找的物资都被他抢走了。此时保镖随便找了一个人，不过他并没有动。凭什么你有力量还有枪，却让我们出去送死？找到的物资你还抢走，你也太霸道了！大家一起上，我们这么多人，咬也能咬死他们3个。不过并没有人敢动，他们的头低得更低了，他被一脚踹飞了出去。一哥，别杀我，我去还不行吗？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头儿，你要找的人就在这里吗？没错，我已经很期待见到他的情景了。这里住着的就是上一世害死我的罪魁祸首赵毅。
TMD， 给我走快点，磨磨蹭蹭的，小心我一枪崩了你们。而这几个人被他威胁着探索这片区域。难道一哥已经派人把这层搜索过了吗？为什么没有看到丧尸？你们几个去这个房间里看看。他让别人探路，自己在外面等着，这样就算有危险自己也能跑了。突然里面传出惨叫声，他刚要跑就被大壮瞄准了脑袋。哼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不好意思，我想找个人，请问赵毅在这里吗？一哥他不在，我不认识他。你还挺幽默啊，你一哥看来没亏待你。随后我们就让他带着我们来到了门口，然后大壮一枪就崩了他。我奇塔直接用电锯锯门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？阿彪没带钥匙吗？阿虎，你去看看。当阿虎走到门前的时候，我奇塔已经将门打开。赵毅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他看着突然出现的人和那个头上长着电锯的生物，自己竟然感到了恐惧。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吧？此时赵毅把这辈子杀过的人都回想了一遍，也没有想到什么时候招惹了他们。一哥，外面什么动静啊？阿龙刚一出来，脖子就被我奇塔锯断了。这位兄弟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赵公子，你觉得我们会有什么误会？赵毅一脸懵，他根本就不认识眼前这两个可怕的家伙。兄弟，你就别开玩笑，现在都末世了，要是以前我什么做的不对的，我们好商量。你想要物资女人我都有，都给你，我们也可以。叫这么大声，是想把丧尸引过来，然后同归于尽吗？不愧是你啊，赵毅！我究竟跟你什么仇啊？你让我死个明白！赵毅此时非常的不甘心。这辈子应该算是无冤无仇。无冤无仇，你砍我干嘛？你个疯子！这辈子没仇，上辈子有仇啊！随后我将他另一个手臂也砍了。我知道这家伙拥有再生的超能，他还能恢复过来。我要把你变成丧尸，以后心情不好了就砍你几刀。波奇塔去外面找个丧尸过来。随后波奇塔就走了出去，而这个赵毅突然变脸了。那个头上长电锯的家伙走了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。随后他的手臂就长了出来，瞬间暴冲了过来。不愧是你啊，赵毅，忍不住了吧？赵毅没想到自己的超能在他面前这么脆弱，而波奇塔此时已经带着丧尸回来了。屋里的幸存者已经吓懵了，我们竟然将丧尸也带了过来。等你变成丧尸了，我也不杀你，一直养着你，没事的时候就砍你2刀，反正你能再生恢复。那你可要小心了，说不定哪天就被我咬了，那可就有意思了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给你进阶的机会的。随后霍奇塔就将丧尸扔了过去，不到一会儿的时间，他就变成了丧尸，随后就被我捆住拽了出去。这些人怎么办？全部干掉吗？不用了，都是一些可怜人。随后我们就和绿恶魔他们会合了。头儿心情似乎很好啊，这家伙什么来头？沃奇塔并没有多说什么，直接就骑着摩托车走了。真是冰冷的家伙。随后我们就继续赶路前往大庆市，不过在路上闻到了奇怪的香味，感觉有点不对劲，便停了下来。头儿，前面有一片桂花，直接把路封死了。可能是桂花树产生了变异，咱们小心一点。我去，植物也会变异吗？当然了，植物虽然也是生物，但是产生变异的比例是非常低的。一旦机缘巧合变异了，就会远超丧尸和异兽。随着我们不断的靠近，那些桂花树依然没有动静。这帮老六看来还想阴我们一把。奥斯本将赵毅扔过去试试水，然后赵毅被一脚踹了过去，刚落地他们还没有动静，不过似乎有忍不住的，一下子将赵毅缠住了，张嘴就要吃掉赵毅。原来是用藤蔓攻击啊！贝基给他拽过来吧，我还不想让赵毅现在就嘎。随后贝基拿出绳子将赵毅缠住，然后绑到了幽冥战马身上。霍奇塔开始行动。有一个桂花树竟然跑了，奥斯本就追了过去。不过没想到这些桂花树竟然爆出了一些变异结晶。
波奇塔尝尝看好吃吗？味道还行，好吃就多吃点，这可是好东西，留给大壮吧，他更需要这个东西。随后我直接就丢给了大壮。此时我突然想到，之前被变异鸟打断的高级召唤，后面一直赶路都忘记了。而这几天击杀的变异生物，加上刚才的桂花树，又多了3000多召唤点，一共是128654的召唤点。我去，看来这次能一次性召唤3个同伴，正好初级召唤和中级召唤冷却时间也恢复了。先来个初级召唤试试手气。随后花费了1000召唤点进行了初级召唤，从六芒星阵里走出一个骨架，这家伙怎么看着随时会散架的样子。随后我点开了系统面板查看，上面显示是骷髅士兵，属性竟然只有20多点。精神1，怪不得我看着有点呆。随后骷髅士兵走到了波奇塔身边，可能都是来自地狱，波奇塔也挺喜欢他的。波奇塔这家伙就留给你玩了。随后我就进行了终极召唤，从里面走出一个生物，好像有点眼熟。好家伙，竟然是异形，而这家伙的属性也是极高的，要是冲入丧尸群，绝对是虎入羊群一般。此时我越来越期待高级召唤了。高级召唤就能出现一个堪比波奇塔的超级强力同伴了。随后10万召唤点瞬间消失，六芒星阵出现，而这个星阵的范围竟然比以前都大很多。一个人影出现，波奇塔瞬间挡到了我身前。没事的，波奇塔，让我们迎接新同伴。是一个武士，而且长得非常魁梧，手里拿着一个缠着白布的刀，估计得有2米长。好家伙，根木剑吧！我点开了系统面板查看，而他的4个属性竟然比波奇塔都高，牛批啊！你好，我叫熊墨，我是根木剑吧11番队队长，你们好强啊，好想跟你们厮杀一番。一个没感受过恐惧的家伙，我来当你的对手。无所谓，我可以先让你砍一刀。先砍你一刀的话，你就嘎了。住手！你们2个有必要一见面就开战吗？面对强者，我总是忍不住想去厮杀一番，真是抱歉。放心，这个世界强大的丧尸很多，以后有你砍的。此时奥斯本回来了。头儿，那个逃跑的桂花树既然爆了这么大一看结晶，我去，我们有新同伴了。随后奥斯本就将水晶扔给了大壮，打量那个异形去了。大壮，你将那个水晶吃掉吧，你能力强了，对我们很方便。随后大壮就吃掉了，而且竟然进阶了。以后大家就可以住进我的城堡了。偶尔，你确定不进到我的城堡里吗？奥斯本他们几个已经嗨起来了，我才不要！继续赶路吧，前往大庆市。狗子，敢不敢试试路上看谁嘎的丧尸多？敢叫本汪狗子，头儿都不这么叫，跟我比，你估计连我的零头都不到。随后我们几个就继续赶路了。刚进入大庆市，就发现一架无人机向我们飞了过来，盘旋在我们头顶，似乎是在监视我们。出于警惕，我直接一刀斩了。毕竟末世中有些人类确实比丧尸难缠得多。此时奥斯本也出来了。要开战了吗？上面好像有几个人，跟我去看看。可恶，你竟然嘎了威尔士！你们先对我出手的，我还留着你们干嘛？这片区域是我们旧社会的地盘，你们闯进这里就得嘎。似乎跑了一个。头儿，那个女的隐身了，在楼梯那里。随后我就将她抓住了。不要嘎我！告诉我就是会是什么，我或许可以饶你一命。好，我说。老实交代，要不然你就上西天吧。我说，我们是天使的信徒，负责拯救人间迷途的羔羊。我们就是会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，就算是你这样的强者，也绝对无法招惹。如果你放了我，今天的事我们可以当作没发生，他们只是被丧尸嘎了。哟，还敢威胁我？告诉我你们的总部在哪里？于正区圣恩大教堂。好吧，奥斯本嘎了他。不要，你不是说会放过我吗？你不能骗我，放过我吧。
我说我不嘎你，又没说不让别人嘎你。随后奥斯本就直接送他上西天了。不过这就是慧能在末世初期集齐很多超能者，确实有点实力。我上辈子没有听说过，也不知道是太神秘了，还是我层次太低。不管多强，现在已经成为威胁了，必须嘎了他们。奥斯本，我们去圣恩大教堂。沃奇塔和剑巴还在比拼嘎丧尸，要叫他们吗？不用了，咱们这些人都有感应，沃奇塔他们会自己找过来的。随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教堂上空，外面站着几个守卫，看起来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幸存者基地。不，这里恐怕是一个修罗场，那些守卫都是超能者。走吧，我们下去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快点下来，否则我们就开火了。我们是幸存者，之前遇到了威尔士执事，是他指引我们来这里的。运气不错啊，竟然遇到了威尔士执事，想要加入救世会。我需要先检查一下你们有没有被丧尸咬伤。随后他就走了过来，一边查看一边瞅着我手里的刀，随后朝后面的首领点头。我们可以进去了吗？还不行，把刀留下，这里禁止携带武器，否则就是对神的亵渎，我们暂时替你保管。这首领说着就要夺走我的刀，却被我瞬间弹开。你干嘛？头还不如直接来一发导弹进去呢。此时大壮一口一个变异晶核吃着，而这些人非常震惊，在救世会内部只有祭司级别的人物才能享受。住口，别吃了。不是你的东西，不要胡乱伸手好吗？随后我手上瞬间涌现一股雷霆，将这个统领电成焦炭。好吧，潜入失败，其实也算成功潜入了，毕竟现在没人发现我们，我们就走了进去。突然跑过来了一大群守卫，将我们围了起来。此时骷髅士兵突然从大壮的空间里出来了，一副很生气的样子，拿着刀就冲了上去。此时大壮直接一枪就帮他报仇了。一行皇后出来后，一个鞭尾就轻松解决了他们，然后我们就继续向里面走。此时教会深处一个地下室里，一群人在看着那个六翼天使的石像，似乎是进行什么仪式。一个人黑袍人拽着一个笼子走了过来。顾明大人，这2阶丧尸我刚才喂了10个人，已经吃饱了，可以进行了。很好，放出来吧，迷途的羔羊，我代表我主对你展开救赎。随后这个人手碰到这2阶丧尸的一瞬间，他就化成了一滩臭水，并且出现了一个晶核，他收了起来。快将圣水收集起来。这群黑衣人迅速的将水收集了起来，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个装满了圣水的杯子。圣水能够赐予你们更强的力量，感谢我主的恩赐。随后他就原地消失了，而这些黑衣人看着手里的水，直接一饮而尽。突然一个人躺在地上开始抽搐，似乎极其痛苦。其他人的状态也是如此，他们喝了这圣水也变成了丧尸，一时间整个地下室都充满了丧尸的叫声。此时这个顾明来到了另一个房间，这里全是穿红色长袍的人。看来我来的还不是最晚。随后就站到了他们旁边，没过多长时间，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人走了进来。你们的速度需要再加快一些了，随着实验的不断进行，咱们需要更多的祭品。好的，主教，咱们现在一天就能获得100多变异晶核，这样的获取速度已经是很可观了，咱们的救世计划可以顺利进行。还不够，神还需要更强的力量，只要神重新拿回他的权柄，这个世界将迎来全面的进化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沐浴在神的光辉下。此时电子屏幕突然打开了，是熊墨他们几个已经来到了刚才的地下室，将变成丧尸的黑袍人全部嘎了。竟然有亵渎我主的罪人闯进来了，我去干掉他们。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刚才有什么人出现了吗？没有吧，没看到。随后我们就继续向里面走。刚才的祭司可是2阶崩系超能，竟然被瞬间秒嘎了，这该怎么办？我们就算一起上，也不是他的对手吧？不要慌，喝下它，主会赋予你们力量。这是神水吗？太好了！随后这些人全部一饮而尽，爆发出强烈的气息。去吧，将这些异端都嘎了。11名红袍祭司此时震惊的望着熊墨，因为刚才这个人喝过神水，以为自己无敌了，瞬间出现在熊墨身旁，被一刀嘎了。后强，我们一起上！
奥斯本，话说我们不上去帮忙吗？桃儿明显一副要自己解决的样子，我们就不要插手了，看着别被他们跑了就行。而我此时一刀一个，这些人根本不够打。我去，这我还打啥呀？再不跑，我也进凉了。怪物，你这个怪物，不要过来！怪物，你们不也是吗？这么多二阶丧尸，别告诉我都是你们从外面抓回来的。神不会放过你的。此时主教看着这个屏幕，顿时快吓傻了，因为那些红衣祭司喝过神水都被秒嘎了，而他自己虽然身为主教，可实力却和那些红衣祭司相似，甚至还不如他们。我去，他们要是进来了，一定会赶紧利落的将我嘎了。事到如今，或许只有神才能将他们这些怪物收服。没办法了，即便被神降罚，也只能如此了。此时白衣主教来到了一个门前，里面就是他口中所说的神。我主，请原谅您的眷属对您的打扰，有强大的怪物正在亵渎您的领域，祈求您降下神罚。随后门就开了，里面金光闪闪的引导他走了进去，而我们几个还在不断的向里面走去。这里的二阶丧尸出奇的多，全是喝过圣水变成的二阶丧尸的，不过都被我们轻松嘎掉了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从长廊的尽头处传来一声惨嚎，走去看看。只见这里有一扇巨大的铁门，大壮直接放出一堆火炮，想要轰开门，不过门此时自己打开了。奥斯本和异形皇后瞬间挡到我身前，警惕了起来。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个白色头发的少年。我是刘念，很高兴见到你们。你就是什么？我仔细看了一眼这个少年，他绝对不简单，甚至有点危险。不，我不是神，不过我想你所说的神应该是我妹妹。这家伙很诡异。你还有个妹妹，不会叫流氓吧？我们都没想到大壮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开玩笑，突然一股气息袭来。拿我妹妹开玩笑，你真觉得好笑吗？我也觉得很好笑，怎么了？看来得让你们闭上嘴了。大壮见情况不妙，直接几发炮弹轰了过去，我也放出一个雷电球，不过被一个无形的空气墙壁挡了下来。这个人竟然是精神系，不过后面我的想法变了，只见他手臂变成了金属，第二个超能出现了，他直接就向大壮袭来了，他似乎很不喜欢大壮，大壮一个跳跃躲开了，那个少年突然身形一变，继续追向大壮。我去，3种超能！我直接一个雷电球偷袭了过去，他就重伤倒地了，然后一脚将他踹飞，我们几个也立马冲了进去。而他已经无力抵抗了，只要轻轻的划一刀，他就会原地升天。不要伤害我哥哥！一道声音响起，我朝着声音来源看去，只见一个巨大的6翼天使石像下，一个铁链锁住了一个小女孩，她身后有6只绿色翅膀，显然她是一只丧尸，而且还是等级非常高的丧尸。求求你们了，不要伤害我哥哥好不好？此时气氛突然变得安静了，一直神经大条的大壮和奥斯本也不说话了，他们都知道眼前的小女孩是个极其恐怖的存在。不好！桃儿，你疯了吗？你太勇了！我们此时也做好了准备，随时反击了，毕竟我们不知道这女孩会不会突然暴起嘎人。这位大哥哥，求求你了，恋恋不能没有哥哥，你不要伤害哥哥好不好？他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那你就惩罚我吧。这么恐怖的家伙竟然跪了下来，我们谁都没有想到。恋恋，站起来！再动一下就嘎了你！刘恋，你给我站起来！我直接在他身上开了个口子，等你嘎了，下一个就是你妹妹。刘念顿时老实了，不再挣扎。你叫刘恋？他是你哥吗？对的。大壮他们几个人看着熊墨有点疑惑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问他们这些废话，只有我自己明白。这丧尸竟然拥有生前记忆，据我所知，不管是上一世还是现在，变成丧尸后就会失去记忆。就算是那些高等级丧尸，也是慢慢进化的有了灵智，但是绝对不可能有生前记忆的。可这个小女孩是什么情况？你是不是很好奇，为什么刘恋她能保持自己的记忆？我是很好奇，但你是不想活了吗？还敢说话？不过她似乎到了这个地步，已经不害怕我们了。恋恋她是上帝派下来解救人间的神。所以你就把他锁在这里吗？而且神的翅膀会是一副丧尸的样子吗？真是可笑的神！那是他自己要求被封印的，你懂什么？只要恋恋不断的进食2阶晶核，终有一天他会成功蜕变的。
你不是说拯救末世吗？为什么要吞噬那么多幸存者？伟大的使命当然要舍小取大了。原来你是想救幸存者啊！你真虚伪，为了那个圣母心来到这里。我想你误会了，他们嘎不嘎关我什么事？我来这里只是因为你的人向我扔了一把刀啊！刘艳没想到竟然是这种可笑的理由。这女孩看到自己的哥哥被嘎，突然暴怒了起来，但我丝毫不慌，因为波奇塔和剑巴已经赶来了，两个气息极强的生物瞬间出现在我身前。来吧，我先让你砍一刀。别废话了，直接上法！你们嘎了我哥哥，还要来欺负我？而他的超能竟然和他哥哥刘念的能力一样，不过比他哥更强。剑法瞬间就冲到他身边，在要碰到他的一瞬间，滔天的烈焰将剑拔掀飞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波动扫过，周围的场景骤变，不再是昏暗的地下室了，而是一个神圣圣洁的地方。眼前的小女孩变成了天使。信奉我，我将赐予你们长眠。我向他慢慢的走了过去，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精神系的幻术效果。我去，差点着了道，他竟然拥有5种超能。精神幻术被识破了，周围的场景又变回了地下室。刘恋见情况不妙，直接大吼一声，周围便出现了丧尸的声音。大量丧尸向这里聚集，都被大壮他们挡了下来。不过刚才的吼声吸引过来的丧尸可不只是教堂的丧尸，教堂周围的丧尸也被吸引了过去，甚至引发了尸潮。刘恋此时翅膀一个蓄力，将这里直接掀翻了，然后就向外面飞去。不好，他要逃了！奥斯本滑板借我用用。奥斯本直接就丢了过来，我踩着飞行滑板就追了上去。波奇塔，你不会飞吧？哈哈，看我的！剑巴得意的向波奇塔一笑，随后灵压遍布全身，竟然直接腾空而起，随后瞬间出现在刘恋身前，发出强烈攻击。真是个愚蠢的家伙，没办法飞就无法战斗了吗？波奇塔如同炮弹一样就冲了过去。真是个跳蚤啊！这样的战斗方式实在是太傻了。此时刘恋的一只翅膀掉了下去，不过下面丧尸很多，如果被某一只幸运的丧尸吃掉这种补品，谁知道会不会一飞冲天的蜕变。我直接一个雷电球丢过去，灰飞烟灭了。掉了一只翅膀的刘恋虚弱的身形一晃险些掉下去，我们几个借此机会发出猛烈攻击。我直接汇聚体内全部的雷电超能冲过去，3道攻击打在他身上，来不及不夜就成灰了。击杀高级变异生物，获得10000点超能点与召唤点。一颗璀璨晶核悬浮在空中，我刚拿到手就两眼一沉，朝下方掉了下去。剑巴将我接住，送回了地面。此时北极大壮一脸兴奋的跑了过来。你这么兴奋干嘛？奥斯本呢？头儿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我去，这么多变异晶核，那边还有呢。随后大壮直接一把全塞给了我。吃不完，根本吃不完，我只是有点虚弱，还没残废呢。我看着兴冲冲的大壮有点无语。波奇塔不用一直守在我边上。哦，波奇塔淡淡的回应了一声，但脚一步也不动。末世来临后，我们摧毁了救世会的神。此时站在楼顶的3个人都已经震惊的快石化了。他们亲眼看见波奇塔和剑巴在狮群里比拼嘎丧尸，随后突然冲进了教堂。这个世界竟然真的有天使！别管天使了，现在外面已经形成尸潮，那几个强者也已经精疲力尽，恐怕被丧尸包围了。我们要赶紧过去救他们。长官，现在外面丧尸太多了，我们过去恐怕也会很危险，你就在这里吧，我自己飞过去。不行，想要拉拢那些强者，我必须表示诚意，以身犯险都做不到，他们怎么会感受到我的诚意？随后李峰就带着他长官飞了过去。此时我将大壮带来的晶核与灵焰的晶核吃掉了，已经彻底恢复，并且开发了雷电元素化的手。又有召唤点了，先来一波初级召唤吧，中级召唤冷却时间还没好。随后一个流氓星阵出现，又从里面走出来一个扛着大刀的骷髅士兵，现在已经拥有2个骷髅士兵了。算了，留给波奇塔玩吧，以后积累多了，说不定能形成一支亡灵大军团，直接横推末世。随后大壮将异形皇后的骷髅士兵收进了空间里，奥斯本此时走过来表示想进去，大壮也将他吸进空间。
我直接骑上幽冥战马，准备出发离开这里。等等，外面已经形成尸潮，我是来接应你们的。只见2个人飞了过来。你谁呀？你好，我是张志强，大庆市的军队，这次是专门来接应你们的。之前看到你们与丧尸厮杀，奈何我们能力不够，无法帮你们。你们现在体力耗尽了，如果贸然冲出去，会被丧尸群吞没的。我们暂时不需要，那边还有教会的幸存者，你带他们走吧。现在外面太危险了，请你相信我们好吗？他拥有飞行能力，可以安全带你们走的，而且我知道你们很强。如果你们嘎在这种地方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如今末世来临，我们身为军人不可能退缩，为了救更多的幸存者，我们军队也需要你们的力量。我向来对军人抱有很高的好感度，但是加入你们这件事大可不必再提。外面的尸潮我们会解决掉，你们可以带着幸存者离开这里，祝你们好运。随后我们就出发了，外面那些丧尸对我们而言非常轻松的就可以解决掉。此时张志强无奈的叹了一口气，长官，咱们要抓紧时间撤了。安走吧，去看看幸存者有多少。而我并没有离去，当我看到一个鸟人抱着一个幸存者出来的时候，淡淡的一笑，他们确实是来救幸存者的。如果他们敢骗我自己离开了，我会毫不犹豫的斩了他们。那个鸟人飞了10多次，最后带着那个军官离开了。头儿，我们去补充点物资吧，幽冥战马太能吃了，在我的城堡空间里疯狂的炫吃的。随后我们就随便找了个超市，直接一扫而空，并且找了个酒店走了进去。而这2个骷髅士兵被毫无人权的丢在酒店门口充当守卫。我们刚进到酒店里就发现不对劲，这里一个丧尸都没有，可以说是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拥有领域的高级生物区域范围内。就在这时，波奇他羽箭8从时冲了出去。明明是我先感应到的，你不要和我抢猎物啊，混蛋！谁先嘎掉他就是谁的。片刻后出现了一声异响，击杀变异生物，获得1000点召唤点与超能点。危险解除。